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Photoshop 课程，这里是我的 Photoshop 课程的第一集。在这一集中，我会带大家了解一下软件的一个首选项设置，以及软件的一个布局。关于软件的下载安装、软件的介绍，它有哪些作用，我会单独的放一期内容里面去讲。这一集我使用的版本是 Photoshop 最新的一个测试版，它的版本号是 25.1。 Adobe 大概会在10月份左右发布 Photoshop 2024的正式版，到时候测试版的新功能也会加入到正式版中。关于测试版，我也只会在第一集当中去使用，主要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Photoshop 未来会正式加入的一个非常重磅的新功能，就是生成式填充。接下来的部分不是教学，只是为了进行一个演示，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它可以通过一个这样的智能式的填充，去根据我们的想法生成一些内容。比如现在这里的是一个蜥蜴，我可以把蜥蜴外面这些内容去进行创成式填充。这里我想让它后面变成一个璀璨的星空，我就可以在这里输入璀璨的星空。它这个输入能支持100多种语言，当然也包括中文。我们点击生成，系统就会根据我们输入的关键字去进行一个智能的生成。它提供了3张可选图去供我们使用，这就是一个创成式填充的作用。同时我们可以用裁剪工具让它画布变得更大，直接点生成的话，它会根据我们的图片智能的去生成一些内容。它依旧是提供了3张图供我们选择。好了，关于这个创成式生成，我会在未来再跟大家详细聊一聊。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底下一个上下文任务栏，如果你使用的版本不是2023年比较新的版本的话，这里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不影响，我等下会进行一个解释。好了，回到我们的主界面，我们将这张图片擦掉。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一个教程。当我们软件打开后，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界面，这个界面中包含了很多个元素。首先要介绍的是最上方一排的菜单栏，点开菜单的每个选项，它底下有很多对应的2级菜单供我们选择。如果显示的是灰的话，就表示对应的内容是无法操作的，黑的就表示我们是可以操作的。现在我们需要进入 Photoshop 的设置界面，对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初始的设置。我们需要选择编辑，接着点击首选项，再点击常规，我们就打开了首选项设置的一个窗口。在这个界面中，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我带大家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首先是常规，这里大家默认的就可以不用管。接着是界面，界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一个它的颜色，比如我这样是个白色的主题，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黑色，这里我就调成一个黑色的主题。然后工作区，这里大家可以先看一看，等到以后有了自己的操作习惯之后再进行更改，这里也是不用管的。然后这里自动储存恢复信息的间隔可以改成一个5分钟或者10分钟，如果是5分钟的话，对这个电脑的负担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导出，这里也不用改。再往下看性能，这里我建议大家电脑的内存是在 32G 左右，因为现在 16G 的内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不够用，当然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然后这里如果有图形处理器的话，也就是显卡，一定要把图形处理器给勾选了，它能让我们的处理速度更加的快。接着就是历史状态记录，历史记录状态决定了你 Photoshop 可以撤销的次数，这里我就改成100，当然更高的撤销次数可能会对你的电脑负担有点大，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电脑的性能去进行一个设置。图像处理这里不用管。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暂存盘，暂存盘大家尽量不要放在 C 盘，也就是系统盘，因为我系统盘留了很多的空间，所以无所谓。我系统盘是一个1个 T 的固态，但是大家的系统盘一般是只有100-200个 G 的空间，如果这时候把暂存盘放到系统盘，它就会很占用系统盘的空间，所以我建议大家改成除了系统盘之外的一个空间比较大的盘，然后放的盘尽量不要是机械硬盘，因为机械硬盘的读取速度是比较慢的。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基本就没有需要改的地方了。大家可以熟悉 Photoshop 之后，再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详细的设置。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首次进入 Photoshop 需要设置的一些东西。接着我来带大家进行一个快捷键的了解。在刚才我们进入首选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快捷键 Ctrl 加 K， 就代表我们可以直接通过一个按快捷键的方式进入这个首选项的设置。但是按快捷键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它是一个组合键，组合键按的话是有个先后顺序的，比如 Ctrl 加 K， 它是先按住 Ctrl 键不松开，然后再按住 K 键，这时候我们就会打开这个窗口。所有的组合键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原理，就是按住第一个键不松开，然后再按第二个键。
如果大家不清楚这一层逻辑的话，同时按快捷键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先按 K 键然后再按 Ctrl 键，显然这样是无法对这个菜单去进行调用的。这是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对于刚接触计算机的同学们。接着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 Photoshop 这个软件整体的布局情况。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菜单栏，刚才我们打开菜单栏能看到有的地方打开是灰的，这些灰的在满足条件后就是可以使用的。比如我现在打开一张图片，随便打开一张图片，投放到 Photoshop 当中。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很多灰的地方现在就显示为黑色，就代表它是可以操作的。现在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房子，就可以再次回到主页。我们接着来看主页这一边的两个按钮，分别是新建文件以及打开一个已有的文件。我们点击新建文件，它会跳出一个框，我们可以对我们新建的画布去进行一些参数的设置，然后点击创建就可以了。这里面参数的详细内容我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去进行介绍。我们点击创建，可以看到这时多了一个空白的画布。我们继续回到主页，这里的打开是打开一张已有的图片，只要是 Photoshop 支持的格式它都是能打开的。接着我们来看中间的这块区域，这里是操作的一个建议，这里的建议更多是软件内附带的一个教程，往下看就是最近使用项了，它包含了你最近使用的哪些图片以及素材。我们在用 Photoshop 的时候可以通过点击这个最近使用项里面的内容快速进入这张图片。然后下面的一些内容一般是只有一个正版它才会有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它可以跟 Lightroom 进行一个绑定，它可以跟别人共享你的项目，这里大家随便看一看就可以了。这个是软件首页的一个布局。接着我可以点开我刚才操作的一个画面，这时候我们就进入了 Photoshop 一个正式的工作区。这个工作区上面的元素也是非常的多，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左上角的这一块菜单栏，刚才我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左边这一竖排的东西，它叫做工具栏。工具栏包含了我们使用 Photoshop 的大部分工具，我们鼠标悬停在其中一个工具上面，可以看到对应的工具有一些对应的作用。我们可以将鼠标移到这里，点击了解详情，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工具该如何去进行一个具体的使用。但是仅靠这些文本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工具无法特别的了解，我也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对这些工具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接着每个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快捷键，就表示我们按对应快捷键的时候就可以调出一个对应的工具。比如我现在鼠标悬停在移动工具上面，我们不需要管它有什么功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V， 表示当我们鼠标按下 V 的时候它就切换为这个工具了。但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快捷键的时候我们的输入法一定要是一个英文的输入模式。如果是中文的输入模式的话，比如我现在按 Shift 切换为中文输入，我现在按 V， 它就会给我调出一个输入框。这一点大家操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这个第二个是选区工具，它的快捷键是 M， 我们现在按 V 到移动工具，再按 M 就到了一个选区工具的图标上面去了。然后我们鼠标左键按住这些图标不松开，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子工具，每一个工具都可以展开。比如这个是选区工具，我们点开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种选区，这里是矩形选区，我画出来的就是一个矩形的框子。这里是一个椭圆形选区，画出来的框子就是椭圆形的。关于选区有什么作用，我也会在后面的内容去跟大家说明。然后怎么去快速切换这里的每一种工具呢？有个快捷键是 Shift 加对应工具的快捷键，可以快速切换这个工具下的每一个工具。比如这个选区工具，我按 Shift 加 M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选区图标由刚才的椭圆变成矩形了，可以看到我选区工具的一个变化。同理，比如像这个套索工具也是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图标的变化， Shift 加 L Shift 加 L Shift 加 L， 可以看到我的图标一直在进行一个切换。接着就是快捷键短按与长按的区别，比如我现在是移动工具，我短按一下 M， 它就切换为一个选区工具，我把工具换回移动工具。但是如果我长按 M， 就是一个临时切换的状态，当我把选区绘制好之后，如果我这时再松开 M， 它就又会给我切换回一个移动工具的状态。这个是工具栏的介绍，同时我们可以在这里对工具栏进行一个详细的编辑，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调整，当然一般默认的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像这里的一些颜色展示，这个在上面的是前景色，在底下的是背景色，这些内容详细概念在后面也都会跟大家说一说。接着是上面的一个属性栏，通过上面的属性栏，我们可以对我们当前工具进行一些详细的参数设置。当然现在有些地方也是灰的，我们现在无法去操作，每一种工具都有它专门对应的一个属性栏。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左边的这一块区域，它是一个浮动窗口区，它包含了我们 Photoshop 常见的一些工作窗口，比如这里的颜色，我们可以从这里自由的选择颜色、色板、界面以及图案，这些都是色彩相关的窗口。然后这里的属性窗口可以快速对当前图层的一些内容进行设置，比如我现在选中的是图层1，现在属性对应的就是这个图层1的属性。我先将这个选区取消掉，我现在切换为一个形状工具，我画一个形状，它这里对应的属性就是这个形状图层的一个属性。然后底下的这个图层窗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我后面会进行一个介绍，还有通道和路径也都会在后面的课程中深入去学习。接着这里是表示它撤销的步骤，就是我刚才做的一些所有操作，它就会储存在这里。这个批注大家可以不用管。然后最上方属性栏下面的是标签栏，通过标签栏我们可以快速切换到不同的工作文件当中去。标签栏上有一些信息，比如这个是文件的名字，这个是它目前所显示的一个大小，然后这个是它的色彩模式，这个是它的卫生。在底下这里也有一个信息栏，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去更改它要展示的一些信息，比如我现在展示的文档尺寸，我可以改成展示其他的参数。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中间最主要的一个部分了，就是画布，也就是我们的主工作区。我们对图像的所有处理都是在中间的画布当中去进行的，这里也是展现画面的一个地方。以上就是 Photoshop 软件整体的一个布局情况。但是我刚才所介绍的一个布局情况都是基于一个默认的工作布局，因为 Photoshop 这个软件它是非常自由的，大家可以自由的调整自己窗口的大小。现在我可以来带大家认识一下如何去调整窗口的大小或者位置。比如我要调整右边这个自由窗口的布局，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鼠标光标的地方是一块空白的黑色，我鼠标左键按住不松开，然后我就可以拖动出这个窗口。比如我要把它拖到外面，它现在就是一个悬浮的状态，然后我可以鼠标左键按住再拖回来，这里它会有一个吸附的提示，等它有蓝色提示的时候，我把它放开就可以了。当我鼠标在窗口边界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上下的箭头，这时候我们左键按住上下移动就可以调整这个窗口的大小。这右边3个横杠底下也是对窗口调整的一个选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关闭和关闭选项卡组，关闭是指关闭当前的窗口，关闭选项卡组就是关闭整体的一个窗口。比如这3个就称为一个选项卡组，我选择关闭，只有一个属性窗口消失了。但如果我选择关闭选项卡组，这里整个的窗口都消失了。如果不小心改错了窗口，该怎么还原呢？我们可以在窗口这里有一个工作区，接着点击复位基本功能区，就要给我们还原到最初的一个状态了。除了这里的每个选项卡组，我们也可以对单独的一个选项卡去进行操作。比如这个图层的，我们鼠标左键按住拖动，就可以对单独的图层窗口去进行移动。同时我们也可以继续吸附到这个上面。接着就是左上角的标签栏，标签栏的图片我们也可以单独拖出来。比如我想把这个位标题-1的窗口拖出来，我们鼠标左键按住把它拖到这里来松开，这时候它就是一个专门的画布去进行展示了。然后接着如果我们要回去也是同理，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标签栏里，它就又会成为一个整体了。Photoshop 基本上所有的窗口都是可以调整的。接着我们要介绍最后一个关键地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里的一个上下文菜单，这里会展示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比如移除背景，我们点一下，它就会快速把我们的这个背景给去掉。然后这些功能都可以在别的地方进行找到，比如我这个选择主体，我们就可以在选择里面看到一个主体。但是如果通过别的方式的话会比较麻烦，这个工具是2023版本后期才会出来的一个工具，所以可能如果版本比较老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工具栏了。这也是我建议大家使用比较新版本的 Photoshop 去进行操作的一个原因，因为新版本比如说这个功能是我在更新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功能，因为它确实很方便，它可以节省我很多的时间。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如果大家满意的话可以点赞或者3连支持一下。